大家好，眼前左边这是防狗网哈，不过针对狗的行为与环境呢，可以再次进行修正啊。因为要防范的是狗追跑的行为哈，单侧用网子挡住后呢，狗其实就不会暴冲踩上菜床了啦。试着将网子拿掉一边后呢，一星期过去呢，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啊。由于芋头、冬瓜的苗呢，已经长出几片针叶了哈，就直接拿来进行移植啊。不选择直接播种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同时播种了其他攀爬型的作物啊。个人选择先在花盆里面播种哈，再由生长的速度来决定棚架花落谁家啊。芋头、南瓜算是赢在起跑点的赢家哈。这棚架就给它使用了。而这种植草呢，内部长的杂草哈，是用来验收土壤的啦。因为这土壤很肥沃哈，避免过咸或是过肥啊。日前虽然没有种植呢，但是一样进行浇水哈，利用让它自由长草的方式呢，来确认土壤达到适合种植的时间呢。在没有仪器测量土壤的酸碱或肥力哈，借由自然的杂草生命力，也是一种克难可行的办法啦。这在移植之前呢，固定要做的动作就是将植株的土壤浇透水哈。移植挖起时呢，细根就会很容易带起比较多的土壤啊。这样进行移植时呢，存活率会比较高之外呢，所需的进入生长期也会比较快啊。一般种植时呢，会选种在种植草的中央哈。不过呢，这不是种在花盆里啊，所以种在靠近棚架的侧边啊，方便日后攀爬的方式啊。这棚架本来搭设完后呢，是要做一条绿色隧道，只是土壤未进行垫高哈，会导致土壤过于湿黏的状态，棚架才会一直没有派上用场哈。现在溪地已经进行垫高之外呢，更利用瓦片在溪地上再围出更高的种植草啊。尝试用这个方法呢，来看看可否顺利度过明年的雨季哈。而移植完后的浇水呢，非常重要哈。水分供应是一回事啊，让植株根系与土壤结合更为重要啊。一旁的这是大陆妹哈，生长得非常漂亮啊。堆草草的土壤呢，算是贡献不少了。大陆妹有些意外插曲哈，后面采收时呢，再进行说明啊。既然要把棚架这样效果做出来哈，就顺道在另一侧种下10生苗的百香果了，算是比较长远的规划哈。选择现在种植的原因呢，只是慢慢养精哈，先让它慢慢生长就好了。若是顺利的话呢，明年棚架上爬满百香果枝叶后呢，下方就会有很大的遮阳效果了。这对于夏日的作物种植呢，或许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了。不然夏天过于炎热的天气哈，缺乏遮阳的效果呢，能种的作物实在少得可怜哈。而这种10生苗呢，因为在贫瘠的角落发现的啦，叶片有明显的黄叶，移植到此后呢，就顺道测试一下哈，这比较肥沃的土壤呢，需要多久才可以帮助它复原呢？也可以顺道观察这含有草木灰的土壤呢，是否可以补足百香果生长所缺乏的养分呢？至于后院这位置呢，俨然已经成为育苗草哈。不过呢，育种菜苗的选择呢，得做一些调整了。大陆妹幼苗没有问题，可以顺利生长了。但是，一旁的初秋高丽菜与花椰菜苗哈，没有防范的结果呢，已经遭到叶菜蛾下卵了。由于大陆妹幼苗已经可以进行移植哈，前院这大陆妹呢就可以进行采收了。
这是分批种植的观念哈，这样才有办法改善菜量不足的问题啦。尤其若是您的种植空间比较小哈，自行育种可以避免菜苗青黄不接的状况发生啊。前几天朋友抱怨说，到底是什么情形哈？买的5根葱竟然要50几块啊！去全联购物的时候呢，跑去看的菜价才发现哈，这大陆妹小颗的2颗要45元啊，大颗的1颗要35元啊。疫情或是天气的影响呢，菜价竟然这么贵哈！平常没有买菜的原因呢，真的是吃菜不知菜价哈。难怪拿菜给人时呢，特别受欢迎。接下来的这4角呢，可以看的东西不少哈。第一是采用血质的芋头啦，长得特别好哈，很有造景绿化环境的效果啦。这是槟榔心芋头啊，下一部影片呢，已经把这里都重整过了，再一起说明血质的用意与意外发现的好处了。Coffee 这样大辣辣的要溜出去玩哈，刚好留下了偷跑的证据啊。至于粉红色的盆子里呢，则是进行复育中的大瓶啊。水池目前已经想到解决福寿螺的办法了，目前得先降低水位，切割出一块转型为生态池或水耕池了。而这遗址走芋头冬瓜的花盆也没闲着哈，直接拿来进行芋头南瓜与栗子南瓜的育种。芋头冬瓜与芋头南瓜是真的有这品种哈，而不是因为种在芋头旁才如此命名啊。播种时呢，只需将种子尖尖的部位朝下，进行覆土，略为压实，再进行浇水哈，然后把花盆摆到芋头叶下，芋头叶遮阳的效果非常好哈，就可以省去浸泡的时间了。就算是要浇水，水池就在一旁，也会非常方便。水池这个区块呢，算是水耕池或是生态池的演练区啦。好不容易挖出的环绕水池呢，目前又封闭起来哈。小范围可以比较容易清理福寿螺之外呢，也可以制造水位高低落差，产生流动感啊。感觉造景效果又有了变化哈。而很久没有露脸的小黑呢，依旧是天天报道了。这小区块呢，经过3只狗的不断争夺与挖掘啊，好处是杂草连生长的机会都没有啊。坏处是呢，越挖越深哈，土壤流失有点严重了，又必须要想共存的方法了。谢谢收看。